说起葡萄牙这个国家，除了 C 罗，好像对他就没有其他印象了。纯欧洲小透明一个，而且别看它是发达国家，但在欧洲，葡萄牙就是因为经济实在是太差了，被称为欧猪。好家伙，好歹也是一代目日不落帝国，现在全世界还有2.6亿人说葡萄牙语呢，怎么到了现在，葡萄牙变得这么拉了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，与西班牙接壤，西边大西洋，国土面积约为 9.2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046万人。毫无疑问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葡萄牙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，人均 GDP 达2.2万美元。但是呢，在发达国家遍地走的欧洲，葡萄牙就有点不够看了，属于是守门员级别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但凡经济超过葡萄牙的，就表示那个国家也能算得上是发达国家。关键是这门葡萄牙守得还不稳，万一哪一天突然爆发了像08年的金融危机，这门估计就守不住了。也难怪欧洲媒体会把葡萄牙列入欧猪的行列。这就让人很奇怪，曾经的葡萄牙可是欧洲最早出去的国家之一，实力不是全球最强，但至少也是打遍欧洲无敌手，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。然而现在呢，在一众发达国家里都属于是垫底的存在。说实话，葡萄牙之所以还有这个水平，除了超常发挥外，还有就是欧盟在背后的扶持。既然过去都是海上霸主，葡萄牙怎么就没借着这股劲儿继续发展下去呢？事实上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实在是做不到啊。别看葡萄牙现在这么小透明，但在15世纪，它才是世界上第一个海上霸主。日不落准格尔称号也是安在葡萄牙的脑袋上。至于戴英，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玩泥巴呢。葡萄牙辉煌过，但这个辉煌呢，就跟昙花一样，转瞬即逝，以至于现在就因为经济太差，甚至被别人称为欧猪。这究竟是为啥呢？首先就是葡萄牙糟糕的地理位置。从地图上看，它位于欧洲的最边缘，离欧洲大陆最核心的几个地区都有着不小的距离，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，交流起来都不是很方便。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牙唯一的邻居西班牙一直都对它虎视眈眈，想着要吞并它。它为啥会想要大航海呢？虽然是沿海国家，但离地中海一直隔着个西班牙，这让他们很少能参与进地中海的贸易里。而且葡萄牙的资源本身就不是很多，国内有大量缺白银、黄金、香料等。在这种走投无路下，葡萄牙决定放手一搏，赌一次。事实证明，葡萄牙的确是赌对了。靠着殖民掠夺，葡萄牙抢了不少殖民地的好东西，可以说赚得盆满钵满。但问题是，这赚的只是葡萄牙的领主和国王，而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，所以说葡萄牙的殖民只是单纯的抢东西，并不是发展工商业。毕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，葡萄牙因为吃得太饱，也没心思去发展所谓的工商业，反倒是其他欧洲国家靠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高消费，意外的发展起了工业。等葡萄牙反应过来，海上霸主早就已经易主了。其实，不管从收入水平还是生活水平等其他方面上来看，葡萄牙还是很符合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准，算不上很高，但也是中等水平。但它的经济就是不行，而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葡萄牙的产业结构。而且这个问题啊，从好几个世纪前就有了。葡萄牙的经济支柱是什么？旅游业、纺织业等等。而这些行业呢，没啥技术水平，可替代性很高，而且还很容易受到国际影响。比如说旅游业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葡萄牙是欧盟受打击最大的国家，损失达 GDP 的 26%。而像汽车制造等重工业呢，葡萄牙不能说没有，但在工业比中占比很小。就说汽车制造，葡萄牙又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，全都是其他企业跑到他这儿来开公司，而葡萄牙就赚个组装的钱，关键是这钱赚的还不多，整车一年的产量最高也才25万辆多一点，就这还是02年的数据，之后的产量是一年比一年还要低。而葡萄牙最主要的纺织业，不少原材料呢还得进口才能生产。和葡萄牙相反的是，捷克的人口也是1000万出头，虽然人家搞色情搞得比较疯狂，但不可掩盖的是，捷克的重工业比葡萄牙发达多了，在整个欧洲也属于是头部玩家。就像前面提到的整车制造，人家一年至少能生产上百万辆，葡萄牙连比都没法跟他比。有人说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啊，但人家是产业转移，而葡萄牙是根本就没发展起来，这不得不让人感叹，曾经的日不落，现在整的还没 C 罗的名气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给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